好，跟住到經濟科最後選修單元嘅部分。咩叫選修單元呢？就係話第一係冇選擇題嘅，第二佢係擺咗落卷二，即係問答題入邊呢，佢會兩題俾晒你，到時你只係選答一題嘅啫。咁於是大部分嘅學校都係淨係揀一個單元去答就算噶啦。咁但係個別有啲自修生啦，佢可能兩個單元讀晒，咁到時再望一望邊題會容易啲，再揀咯，咁就比較另類啲。咁第一個單元個題目喺度啦，壟斷定價、價格分歧、反競爭行為，會一題長題目，咁好固定嘅問呢三樣嘢嘅。咁我哋先睇壟斷定價先啦。咁我哋首先重溫翻中四嗰個市場供求嘅概念，其實嗰啲所謂嘅市場供應啊、需求啊，係講緊一個叫售價者或者叫完全競爭嘅廠商。同學記唔記得係點樣決定嘅價格？好啦，佢又先由市場嘅供求，即係無數嘅廠商、無數嘅消費者，大家夾埋，冇人有影響力嘅，就決定咗個價格。咁個別嘅廠商呢，根本係冇能力加價嘅，一加價，大家都係賣緊同樣嘅嘢，咁咪全部走晒咯。咁所以呢，佢只能接受由市場決定嘅價格，所以佢個名就叫做售價者。咁呢個咁渺小嘅廠商呢，只能夠根據呢個價格決定做幾多。咁做幾多呢？我哋話有個信號嘅。好啦，下邊間低咗啦。利潤極大化嘅產量就係話再做出邊際，即係每額外多一件嘅收益，係等於嗰一件嘅邊際成本做出嚟嗰一件額外嘅成本。咁由於廠商只能夠接受由市場決定嘅價格，唔可以改變，咁變咗每賣一件呢，其實佢都係收咁多。舉個例子，市場決定嘅菜價係5蚊，咁佢每賣一件收5蚊，於是乎佢嘅邊際收益都係5蚊啦。咁由於邊際收益唔變嘅話呢，咁平均每件呢個平均收益亦都係5蚊咯。嚟多次，由於價格係不變嘅，所以每件嘅價格邊際收益係不變，除翻開平均嘅收益都係不變，等於個價格。跟住佢決定生產幾多呢，就開始睇個生產呢個廠商嘅生產嘅邊際成本啦。咁一般嚟講呢，邊際成本都係向上嘅，即係每一件呢越做得多呢，嗰一件嘅成本就越高啦。好啦，仲記唔記得個信號 MR 等於 MC， 就係話呢，當邊際嘅收益高過邊際嘅成本，佢會繼續生產啦。同樣道理啦，當做出嚟額外嘅邊際成本高於佢嘅收益嘅時候呢，佢會減產，所以利潤極大化嘅產量呢，應該就係相交個點啦。好啦，咁至於賺幾多呢？其實呢就係收益高於成本嘅部分，即係我哋呢個三角形啦。咁我哋中四時學過呢個三角形有個名嘅，就叫做生產者盈餘咯。咁跟住下一個概念就叫做市場效率。我哋話呢種咁嘅完全競爭或者叫售價者嘅市場供求呢，決定嘅數量呢係有效率嘅。咁希望同學仲記得啦，需求呢其實等於呢個社會嘅邊際得益 MB 啦。好啦，而供應呢就反映呢生產呢個商品嗰個邊際成本係社會上嘅，所以由市場供求決定出嚟嘅產量呢，正正就係有效率。效率嘅定義就係話 MB 等於 MC， 因為高過呢個產量呢，發覺呢成本係高過得益，少過呢個產量呢，得益大過成本，都未係效率嚟嘅。而啱啱好正正相交嗰點由市場供求決定嘅產量呢，正正就係有效率啦。好啦，背景講完呢，終於進入我哋嘅正題啦，壟斷定價嘅部分。咩叫做壟斷啊？就係話最極端嘅例子，成個市場呢，得佢一間廠商呢提供呢個產品嘅啫。換句話講，市場嘅需求即係對呢間廠商產品嘅需求，因為呢個產品呢係得一間廠商提供嘅啫。於是乎我就叫做尋價者。咩意思呢？我可以有幾種做法。第一，做少少，然後呢定一個好高嘅價格，或者呢可以生產多多，做多啲數量，然後定一個市場嘅價格去賣咗佢。
換句話講咧，其實我可以根據市場嘅需求去定價，所以需求係等於我嘅定價。嚟多次，由於我壟斷咗個市場，我可以決定做一個好少嘅數量去賣一個好高嘅價錢，又或者做多啲嘅數量，然後定一個低啲嘅價錢，所以根據市場定價。咁我舉個例子，定咗10蚊之後咧，就每件賣10蚊。咁或者咧，做多啲，定一個好低嘅價格，或者每件賣1蚊，由頭到尾都係賣1蚊，所以咧呢個1蚊咧，亦都係等於我嘅平均收益。咁問題就嚟啦，究竟呢間壟斷嘅廠商會吊起嚟賣啊，做少少啊，定係薄利多銷呢？咁其實都係同一個信號嘅啫。MR 等於 MC。問題就嚟啦，題目通常唔俾我哋嘅資料咧，淨係得一條需求線，即係得平均嘅收益嘅啫。但係我哋由於要決定做幾多，要賺到最盡咧，我哋需要揾邊際嘅收益。咁所以咧，我哋要自己畫一條線叫做 MR 啦。咁 MR 呢條線點畫咧？我哋有兩部分嘅，就係話當開始嘅時候，第一個咧，其實 AR 同 MR 係冇分別嘅。舉個例子，例如我第一件賣20蚊。咁我嗰一件嘅 MR 係20蚊啦，咁而平均嘅收益除一啫嘛，都係20蚊，所以一開始嘅時候咧，其實 AR 同 MR 係同一點嚟嘅，得唔得？跟唔跟到？跟住就有一個數學嘅概念，就係話如果我哋發覺平均嘅收益下跌嘅話咧，咁我哋推論咧邊際收益咧係低於平均嘅。咁我舉一個例子，例如一班同學平均本來係95分嘅。但係邊際多一個學生入嚟嘅時候咧，令到平均咧跌到落90分，即係暗示咗乜嘢啊？即係邊際入嚟嗰位同學咧係大幅低於平均，令到咧平均係拖低咗嘅。所以個結論就係，當你發覺平均係跌嘅時候咧，邊際咧係低於平均，先至咧令到咧平均會下降嘅。嚟多次，一開始係相同。跟住就低於平均，咁點樣畫呢？嗱，我哋考試唔需要證明嘅一啲數學嘅嗰啲叫微積分啦。咁我哋真正實戰嘅時候呢，我哋就由0開始，跟住呢度我哋呢用一把有刻度嘅間尺，將佢度一半。嚟多次，我哋用一把有刻度嘅間尺，由0開始到需求最遠個部分。我哋咧斬開一半，大約係呢個位置啦。咁我頭先講咗一開始大家係相同啊嘛，跟住就邊際咧會低過平均。咁大約係一半距離得噶啦。咁我相信 marker 咧都唔會用間尺同你度嘅。咁呢條咧就叫做 MR 邊際收益。咁根據三角嘅公式咧，如果呢度係一半相等嘅話咧，咁動上去咧，呢度應該都係一半嘅，呢度係中間個點。好啦，又重溫翻中四嘅概念，一條需求線中間嗰點個彈性 ED 係幾多啊？記唔記得？答案係等於1嘅。希望同學仲記得有個口訣啦。彈性高即係大過1就畫高啲，彈性低即係細過1就畫低啲。咁而中間嗰點呢，又唔係大過1又唔係細過1，所以應該就係等於1啦。咁其實呢個同我哋嘅邏輯亦都一致嘅。同學仲記唔記得當彈性大過1嘅時候，我哋要減價啦嘛，可以增加個收益啦嘛。好啦，彈性細過1嘅時候，低彈性我哋應該要加價啦嘛，亦都可以增加個收益噶嘛。所以如果單單計收益嘅話咧，應該係定價中間彈性等於1個點咧，呢個總收益咧係最高嘅。嚟多次，如果唔考慮成本，我哋定價定喺中間嗰一點彈性等於1咧，總收益咧應該係最高嘅。而總收益最高中間嗰點相對下邊亦都係中間嗰點咧，應該係 MR 等於0。因為 MR 等於0咧，亦都係總收益最高嘅。因為如果再做多啲嘅話咧，其實 MR 已經係負數，負數即係總收益下跌咯，唔應該做咯。
所以需求中間彈性等於1個點，亦都相對係 MR 等於0，亦都係呢兩段中間嗰一點。咁亦都間接證明咗呢樣嘢啦。不過放心，考試係唔需要證明嘅，你只要到時好機械化咁樣將個題目呢段用有刻度嘅間尺斬開一半，我哋就揾到 MR 噶啦。好啦，揾完 MR， 我哋需要揾到一樣嘢叫做 MC， 因為利潤極大化產量嘅信號就係邊際收益等於邊際成本啊嘛。好啦，邊際成本有幾種問法，亦都出過嘅考試。咁第一種就係邊際成本等於0。咁同學亦都要小心啲，有陣時佢用呢個字眼嘅生產成本固定，即係個成本係一筆過呢，咁亦都暗示咗邊際成本都係0嘅。因為邊際成本係講每增加一個產量所增加嘅成本啊嘛。如果生產成本係固定嘅話呢，即係再冇額外嘅成本咯，咁即係邊際成本係0咯，係同樣嘅意思咯。好啦，第一種情況，邊際成本等於0，咁 MC 條線點畫啦？個做法就係話呢，沿住0嗰度一路打橫去，一條打橫嘅線，咁即係表示呢 MC 係等於0啦。好啦，利潤極大化嘅產量 MR 等於 MC， 咁我哋呢應該推論呢就係做到 Q0 咯，即係啱啱做到一半嘅數量。咁同學留意，壟斷商定價嘅方法係好特別嘅，佢係先決定做幾多利潤極大化嘅產量，然後呢係再定價嘅。如果要賣出 Q0 嘅話呢，我哋根據市場呢動上去呢應該就賣 P0。咁亦都符合我哋嘅推論啦，就係話如果唔考慮成本或者邊際成本係0嘅情況底下，我哋係只係考慮最大嘅收益，而最大嘅收益呢就係喺彈性等於1嘅部分，就係得到最大嘅收益啦。好，總結，當 MC 等於0嘅時候，我哋做到 MR 等於 MC 嘅數量，然之後動上去收呢個價格，就係最大嘅收益啦。彈性等於1，個總收益呢係最大嘅。咁由於彈性等於1就係需求線嘅一半，咁我哋推論呢，當 MR 等於0嘅時候呢，呢度呢亦都應該係一半，咁亦都間接證明咗呢 MR 呢係 cut AR 嘅一半嘅。咁再講多次，我哋考試係唔需要證明嘅。總之你畫啱咗 MR 線呢 cut 一半咁就得噶啦，係好機械化嘅。好啦，考試嘅第二種情況就係話，如果 MC 唔係等於0，咁正常嚟講，所有生產嘅邊際成本呢應該都係不斷咁向上嘅。好啦，假設就係咁樣啦。咁我想問，呢間壟斷嘅公司佢會生產幾多，同埋定咩價？同學自己諗下，3秒鐘時間。好，利潤極大化產量嘅信號 MR 等於 MC， 即係邊一點啊？ MR MC 相交個點應該就係呢個產量啦。好，即係 Q1。嚟多次，壟斷嘅廠商係先決定做幾多先嘅，做 Q1， 然後呢再根據翻個需求去定一個單一嘅價格。好啦，要賣出 Q1 咁多嘅產量呢，就根據翻個需求呢，應該我哋定 P1 呢個價格。咁呢個就係壟斷廠商嘅定價策略啦。好啦，跟住就討論下壟斷者嘅定價策略有啲咩問題。咁希望同學睇到呢，至少有2個問題啦。第一，同完全競爭比較呢，壟斷者嘅定價呢係會貴啲嘅。因為如果呢個產品係由完全競爭廠商提供嘅話呢，邊際成本呢就係等於個供應啦嘛，我哋學過。好啦，呢個產品唔係壟斷嘅話，由完全競爭市場決定呢，應該係供求相差相交個點應該係平過由壟斷定價嘅，睇唔睇到同學？
係低啲，但係而家壟斷定價咧係 P1，一個鬼死咁貴嘅價格，因為佢霸咗個市場。好，第一個問題睇唔睇到？好啦，第二個問題就去涉及效率嘅情況啦。好啦，邊個先係有效率嘅產量啊？好啦 ，MC 即係話生產呢件嘢嘅社會成本啦，冇問題啊。好啦，但係我哋中四學過需求就係呢個產品所帶嚟嘅邊際社會得益，所以從社會嘅角度咧，應該係 MC 等於 MB， 應該係 Q 星呢個產量，社會嘅 MC 等於社會嘅 MB。但係依間壟斷嘅廠商咧，只係為咗自己賺最多，佢只係做到 Q1，佢自己賺到最盡。所以從社會嘅角度咧，我哋話咧佢係做少咗，所以造成一個效率嘅損失。呢個就係市場俾人壟斷咗帶嚟嘅問題啦。第一，由於佢係獨市生意，佢收嘅價會貴啲嘅。第二，佢為咗自己賺到最盡，佢唔會做咁多嘅，只係做到自己賺到最盡嗰個產量。咁呢兩樣嘢咧，都係對社會或者消費者咧造成一個不利咯。咁所以後邊嘅部分咧，就有人提出咧，應該要立法監管啦，唔好俾個市場造成壟斷，對消費者帶來不利。咁我哋第二同第三 part 先再討論咯。好啦，跟住到實戰嘅部分，同學或者試下暫停嘅畫面睇下識唔識做呢一題啦。咁我哋跟住對一對個答案。好，其實做得多 past paper 咧，第一 part 咧都係千篇一律嘅。咁唯一有少少變化就係嗰個 MC 啦，我哋一陣間再睇啦。好啦，揾出利潤極大化嘅產量，用 QM 表示。好啦，利潤極大化嘅價格 PM 啦，我哋跟翻佢嘅 label 要。好啦，效率損失。好啦，呢間公司係一個壟斷者啦，題目話唯一啦。咁佢其實咧可以咧自己定價噶喎，佢可以講過啦，可以吊起嚟賣啦，做少少賣好貴，又或者薄利多銷，唔會嘅其實。好啦，做多，但係咧定一個低嘅價格。咁因為佢自己要賺到盡啊嘛，梗係唔會平賣俾你咯。咁但係我哋話咧係根據個市場需求定價嘅，所以咧啲咧就會等於個價格咯。咁由於係單一價格啦，你定咗幾多錢咧？由頭到尾平均咧都係收咁多嘅，所以亦都有我嘅平均收益，得唔得？好啦，利潤極大化，我哋需要搵一條線叫 MR。記唔記得點樣從 AR 入邊揾 MR 啊？我哋有兩點啦。第一點，其實一開始係冇分別嘅 MR 同 AR， 我哋由呢度開始。好啦，但係 AR 跌嘅時候咧，我講過啦 ，MR 咧會拉低個平均，仲要大幅低啲，低過 AR。咁我哋咧考試係唔需要證明嘅，我哋只係咧用一把有刻度嘅間尺，呢度大約 cut 一半咯，咁大約係中間嗰點咯。我哋一開始一樣，跟住咧出現咗分歧，咁樣掃落去，就揾到一條線叫做 MR 啦。好啦，揾咗 MR，我哋仲要揾 MC。咁題目講咗啦 ，MC 係固定嘅。咁可能有啲同學搞錯 ，MC 係固定咧，佢以為咧 MC 係等於0啊，好似前一個例子咁樣。但係唔係啊 ，MC 咧係固定，應該都係一個正數。不過由頭到尾咧係唔變。舉個例子，做幾多件由頭到尾都係3蚊，所以正確嘅畫法咧應該係咁嘅。好啦，跟住利潤極大化嘅信號 MR 等於 MC 個產量，先決定產量先啦，應該係 MR 同 MC 相交個點啦。但我哋要跟翻個題目要求啦，用 QM 表示啦。嚟多次，壟斷廠商係比較特別啲嘅，佢係先決定產量，然之後再定價嘅。好啦，定價就根據翻市場嘅需求啦。要賣出 QM 咧，我哋需要跟翻個需求定一個單一嘅價格。咁跟翻題目嘅要求啦，呢個價格係要寫翻 label 做 PM 咯。好啦 ，A part 最後一個部分就係指出效率損失，
正如我頭先講過呢，壟斷者有兩個問題啦。第一，啲嘢零舍貴嘅，因為佢獨市。第二，做出嚟嘅嘢呢係少啲嘅。咁應該從社會嘅角度，最有效率嘅產量應該喺邊度啊？好啦，就係社會需求，就係社會嘅邊際得益，等於生產嘅邊際成本。所以呢，從社會嘅角度呢，有效率嘅產量呢，應該就係呢一點。我哋俾個 label 一 Q 星星，但係佢而家只係生產到 QM， 即係再做多啲呢，其實呢個 MB 得益呢係大過個 MC 成本嘅，咁所以呢就有一個叫做效率嘅損失啦。應該做但係冇做到，再做出嚟仍然係有淨得益嘅，咁呢個就叫效率損失啦。好，咁就完成咗 A 嘅部分5分。好啦，跟住睇下 B 嘅部分，就係話生產嘅時候要加多一個定額稅，無論做幾多呢都係固定嘅。咁呢個考試都幾常問嘅定額，就係話其實你俾咗定額稅之後呢，你再冇任何嘅額外成本啦，因為你已經俾咗啦嘛。你做多做少呢都唔需要有額外嘅成本，所以我哋話呢 MC 係不受影響嘅。因為邊際成本嘅定義就係話你每做多一件所額外增加嘅成本啊嘛。但係定額稅你俾咗之後，其實你再額外生產呢都冇額外嘅成本，所以 MC 係唔變。MC 唔變咁即係話呢，其實呢個產量同個定價都係冇影響咯。所以最後答案就係話呢個價格同數量都不受影響。咁既然價格同數量都同以前一樣，咁即係效率損失係冇變到啦。咁 B2 嗰 part 問效率損失會否變差，答案當然係否啦，得唔得？